滑稽的大灰狼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盖尔格叔叔的人，他有一匹马，一只绵羊，一只猪。然而，整个冬天，他都没有给他们任何食物。春天来临时，动物们瘦的只剩下皮包骨，于是他就把他们都赶出了门。你们快走吧，让大灰狼把你们给吃掉吧！在这大冬天里，你们怎么都没胖起来呢？外面的大灰狼听到了他的话。当马路过时，大灰狼对马说：“你停下来，你主人说让我吃了你，让我吃了你吧。”你可以吃掉我，但是你看到没有，我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了。你能吃到什么呢？你让我去大草原，到了夏天，我肯定能肥起来。到时候你再吃我，每一口都美味。于是大灰狼就放马离开了。之后路过的是猪。你停下来，你主人说让我吃了你，让我吃了你吧。我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了，你能吃到什么呢？你让我去到大草原，在那里我肯定能肥起来。到时候带着小猪仔回来，你就可以吃到烤乳猪，每一口都美味。于是大灰狼就放猪离开了。之后路过的是绵羊。大灰狼站在他前面说：“你停下来，你主人说让我吃了你。我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了，你能吃到什么呢？你让我去到大草原，在那里我肯定能肥起来，到时候每一口都美味。”于是大灰狼也放他离开了。整个夏天，大灰狼什么都没吃，只为留着肚子吃好吃的动物们。大灰狼从一棵草丛走到另一棵草丛，整个夏天就这样度过了。终于秋天来了，猪带着6只小猪仔回来了，6只都是非常漂亮的猪崽儿。大灰狼从草丛里出来，拦住他们说：“太好了，你们又失信于我，我整个夏天可都在等你们呢，就为了每餐一顿。”猪回答道：“如果我想食言，那我肯定不会路过这里了。但是我们这里有个问题。”什么问题呢？在大草原里，没有人能给小猪仔们洗礼，没有接受过洗礼的猪仔们是不好吃的，吃之前一定要接受洗礼。在哪里才能给他们洗礼呢？在这的村落里，由牧师洗礼。那好吧，你们快去吧，洗礼完再回来。于是大猪走在前面，6只小猪跟在后面。突然，大猪转身对大灰狼说：“大灰狼，你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我们之后回来的那条路。”大灰狼走过去，将耳朵伸到大猪的嘴边。大猪心情好起来，一下子就咬住了大灰狼的耳朵。它咬住耳朵来回扯动，随着大猪的动作，6只小猪也开始撕咬大灰狼。大灰狼差点没能逃走。等他们离开了之后，绵羊来了。起码你没失信于我，因为猪已经食言了。如果我想食言，我就不走这条路了。那你停下来让我吃吧，好歹让我吃上一只。但是我们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开始咬我，我会疼，到时候你的牙齿也会疼。你到下面的坑里去，张大嘴巴，到时候我跳进你的嘴巴里，你就可以将我整个吞下去了。这样我不疼，你也不会疼。果然，大灰狼站到了坑里，张大嘴巴。绵羊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就地往前冲，撞向大灰狼，只将他撞得七荤八素。绵羊跳过大灰狼，也跑开了。最后路过的是马。大灰狼说：“马呀，你别再失信于我了，其他2个已经失信于我了。”如果我想食言，我就不走这条路了。那你就停下来，让我吃了吧。但是我们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在隔壁小村有个女孩子要出嫁，他们请我去拉一下新娘子，我拉完马上就来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吃掉我了。我也想跟着你一起看你拉新娘。于是大灰狼就坐到马背上，跟着他去小村落。小
小村里有一个人名叫安德拉申叔叔，在他的院子里，一年四季都有人坐着打牌。当马带着大灰狼进入村庄，路过他的门前时，他们也正坐着打牌。有人看到马背上的大灰狼时，大喊道：“你们快看，大灰狼在马背上！真的是大灰狼在马背上！”大家立马分散去找家伙，有些人拿起锄头，有些人拿起斧头。马儿故意放慢脚步，让人们追赶上他。他们也赶上了，大灰狼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落荒而逃。有个人名叫彼得叔叔，他在森林里捡柴火时，看到一只大灰狼向他跑来，于是彼得叔叔赶紧躲到一棵树后面，希望大灰狼没有看到他。大灰狼刚好坐在大树下，对着村落自言自语：“我活该落到这般田地，让我没脑子。要是有人打醒我，那该有多好。”彼得叔叔拿起斧头，向大灰狼说：“那我就打你一下。”哎呦，现在连开个玩笑都不可以了吗？